这是电影史上最工于心计的寡妇，周旋于几个男人之间，只为让自己和女儿过上优渥的生活。苏珊夫人自从丈夫去世后，便带着女儿居无定所。她来到兰福德庄园小住，却不想和庄园主曼纳林先生发展为情人关系，同时还让在那里做客的詹姆斯爵士对他言听计从。在被曼纳林妻子赶出去之后，苏珊无处可去，只能给教堂山庄园的妯娌写信，要去那里做客。苏珊的妯娌名叫凯瑟琳，十分不喜欢这个大嫂，因为当初结婚时，苏珊曾经阻挠过她嫁进这个家。况且苏珊丧夫不久就抛头露面，游走于各个交际场所，留下了浪荡的名声。然而凯瑟琳的丈夫查尔斯却不相信那些传闻，直言大嫂失去了丈夫，很是可怜，她是被人嫉妒的受害者。而凯瑟琳的弟弟雷吉娜在听到苏珊夫人要来小住时，脸上立马浮现出兴奋的神情，她很期待见到传说中的万人迷。在去往教堂山庄园的路上，苏珊来到了闺蜜艾丽的家。她告诉艾丽，虽然她也很喜欢曼纳林，但她小心谨慎，没有一点逾矩，都是曼纳林的妻子露西太过敏感，太爱吃醋了。同时她说自己又有了新的目标，那里的詹姆斯爵士头脑简单，家底很厚。曼纳林的妹妹对她十分动心，可她略施小计，就让詹姆斯爱上了自己的女儿佛德瑞卡。但女儿头脑不清楚，拒绝了他的求爱，所以导致现在他只能前往教堂山庄园。而这次他要充分利用自己的魅力，把遇到的男人都迷得神魂颠倒，从而做出最优的选择。凯瑟琳热情地迎接了这位妯娌。苏珊虽优雅聪慧，但凯瑟琳一眼就看出了她的野心。两人寒暄之后，凯瑟琳询问他，你本来在朋友家住得好好的，为何又突然来这里拜访呢？苏珊解释，曼纳林夫妇对她很好，但他们夫妇俩喜欢社交，经常带她出去交际，她很不适应。像她这样的寡妇就应该修身养性，并且在兰福德庄园，女儿佛德瑞卡得不到良好的教育，所以她在来之前把女儿送进了寄宿学校上课。她不停地强调学业的重要性，但实际上佛德瑞卡的学费十分昂贵，她根本没有钱交。雷吉娜听说苏珊来了，她迫不及待地来到姐姐家里，想要见识一下这位夫人的风采，是不是真的可以把人迷得团团转。凯瑟琳听后很是担心，说话间苏珊从楼上走下来，雷吉娜立马打招呼，并拐弯抹角地夸赞苏珊的与众不同。苏珊听出了她的意思，于是不卑不亢地表示自己是为了远离尘嚣才来到这里，并且她不打算随随便便地认识什么公子哥，但如果是妯娌的亲戚，她还是很高兴能认识一下的。这些话让雷吉娜有些羞愧，同时也对眼前的女人肃然起敬。这之后两人开始了频繁接触，而苏珊这个情场老手对付这样心高气傲的贵族少爷更是游刃有余，能让一个讨厌你的人喜欢上你，这就是本事。苏珊很享受这样的感觉，虽然雷吉娜稍显稚嫩，但家境不错，也算一个优质选择。可很快凯瑟琳就给父母写了一封信，说弟弟雷吉娜迷上了苏珊，他们都知道苏珊的流言蜚语。于是雷吉娜父亲德寇先生约见了儿子，他开门见山地表示，你作为家族继承人，要维系家族名誉，必须断绝与苏珊夫人的来往。但雷吉娜却说，那都是卑鄙的诽谤，况且我和贵妇聊天能让身心舒畅，没什么不好的。他坚信苏珊是个善良的女人。这天苏珊收到了女儿学校的来信，得知佛德瑞卡逃学失踪了，并且老师认为福德瑞卡是叛逆的坏学生，要她退学。苏珊表现得很无辜，委屈地表示都是因为自己是没有钱的寡妇，才会任由别人欺负。其他人也都是一副担忧的神情，殊不知早已掉进苏珊的圈套。原来这是她和闺蜜艾丽计划好的，只要女儿消失不见，就会让詹姆斯爵士紧张起来，也会让查尔斯担起照顾侄女的责任。果不其然，隔天查尔斯就找到佛德瑞卡，并把她带回了家。谁知苏珊刚和女儿打声招呼，佛德瑞卡就匆匆跑开了。苏珊面露愁容，跟上去安慰女儿。凯瑟琳很心疼佛德瑞卡，认为是大嫂太严厉，女儿才如此惧怕她。但雷吉娜却说，可怜的是苏珊，这样的女儿实在难搞。实际上佛德瑞卡温柔腼腆，对年轻英俊的雷吉娜心生好感。凯瑟琳也希望弟弟能看到佛德瑞卡的美丽，想要撮合两人在一起，但雷吉娜拒绝了。她认为美丽就是精力旺盛、活泼可爱，年轻女孩都是这样的，根本没什么吸引力。没过多久，詹姆斯爵士追到了教堂山庄园，佛德瑞卡惊惶无措，匆忙跑开，看得出他十分讨厌詹姆斯。而詹姆斯虽然年纪稍长，头脑简单，长得也一般，但他实在是有钱。苏珊过去劝慰女儿，我们不能再动荡不安的过日子，我也不可能一辈子站在你身边，如果连詹姆斯给你的舒适生活你都不要，那你要什么？难道你想像在学校一样饿肚子吗？何况在学校里，不管再怎么饿，也比不过那些穷人。这些话都是父母的良苦用心，可佛德瑞卡太年轻，想不明白，如果连吃饭都成问题，那谈心意相通的婚姻是奢侈的。而苏珊要做的就是让女儿必须嫁给詹姆斯，可詹姆斯实在是蠢笨，他不仅不认识青豌豆，说话也毫无水平，简直就是滑稽的猪头。相反，雷吉娜博学多才，与福德瑞卡有着相同的兴趣爱好，所以不管詹姆斯怎么搭讪讨好，佛德瑞卡总是冷冰冰的。为了能尽快获得芳心，
詹姆斯对苏珊慷慨解囊，送上金钱车辆，可依然改变不了对他的嫌弃。如果不是因为他有钱，苏珊是连跟他说一句话都不愿意的。随着詹姆斯的殷勤讨好，福德瑞卡最终不堪压力，向雷吉娜诉苦，说出了母亲逼迫他结婚，为下半辈子衣食无忧做打算的计划。雷吉娜听后顿感失望，她一气之下向姐姐告别，准备离开这里，回家陪伴父母。可苏珊夫人是何等人物，在女儿还没有嫁给詹姆斯之前，她怎么可能放跑这个有钱又有颜的公子哥？所以她以退为进，找到雷吉娜，说这一切都是我的错，是我影响你们家的和谐了，该离开的是我而不是你，因为你对这个家里的每个人都很重要。简单几句话，雷吉娜就改变了看法，心里更加疼惜这个女人，与她走得更近了，甚至还跟她一起来到伦敦，向她求婚。苏珊本就是逢场作戏，面对这样急切的求婚，她表示我们的感情一时半会儿让人接受不了，结婚需要放缓慢点，等到大家都接受我们时再说。同时为了我们的名声，我们必须忍耐，在伦敦期间我们最好距离远一点，甚至都不要见面，虽然残酷，但也是逼不得已，都是为了以后再做准备。安抚好雷吉娜之后，苏珊让她帮忙给闺蜜艾丽送一封信。在艾丽的家里，雷吉娜遇见了情绪崩溃的曼纳林夫人露西，她看到艾丽手上的信封，直接上手抢了过来，还没来得及看，雷吉娜又把信夺了过去。她说虽然这信是你好朋友写的，但不是给你的。露西激动地表示，她才不是我的朋友，她现在正黏着我的丈夫。雷吉娜认为这很荒唐，因为她刚从苏珊的家里过来，她独自一人，连仆人都不在。露西说这不可能，曼纳林的仆人已经看到了一切。原来苏珊先是让仆人离开，然后跟雷吉娜谈话，等雷吉娜离开几分钟之后，曼纳林先生就到了。不等仆人说完，露西再次夺走了那封信，并看到了信的内容。苏珊说我让雷吉娜送这封信，请你留住她，曼纳林就要到了，我希望能陪她一整晚。雷吉娜听后很震惊，而艾丽则赶紧去告诉苏珊，说这是个大灾难，恐怕你要功亏一篑了。但苏珊却轻松地表示我能摆平一切。隔天她找来雷吉娜，解释自己只是曼纳林妻子的朋友。露西总是脑袋不清楚，喜欢疑神疑鬼，曼纳林就是受不了这一点，才逃离兰福德庄园，想要跟妻子离婚。我见他也只是为了劝他回去，不要抛弃那个可怜的女人，这个理由明显太牵强。雷吉娜不相信，但苏珊最擅长随机应变，她失望地表示我们刚刚海誓山盟过，现在你却怀疑我的所作所为，看来我们不能结婚了，我不能嫁给不信任我的男人。雷吉娜到底还是年轻，简单的几句话就扰乱了她的心神。家里的母亲听到苏珊悔婚的消息后很是高兴，尽管现在雷吉娜有些沮丧，闷闷不乐，但年轻人会很快转移注意力的。凯瑟琳却表示苏珊驾驭男人的手段非常厉害，她就是想利用这样的分手来抓牢雷吉娜。雷吉娜刚开始会怀疑那些流言蜚语，但之后就会心怀罪恶感，认为是自己错怪了苏珊。母亲从没见识过这样的女人，直呼太可怕了。现在儿子能回来，她要抓紧撮合雷吉娜和佛德瑞卡的婚事了。原来在苏珊去伦敦的这段时间，佛德瑞卡都由凯瑟琳照顾，自然她也就出现在雷吉娜的家里。母亲很喜欢这个女孩，想要她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员，而相比苏珊的严酷，这个家庭既和谐又温馨，福德瑞卡很喜欢。可很快苏珊就跟了过来，她说虽然自己现在住在伦敦城里，但也不可能丢下女儿不管，那里有好的资源，能给女儿一个好的未来。看到福德瑞卡那小心翼翼的神情，大家都很担心她。回到伦敦之后，闺蜜艾丽劝说苏珊放弃雷吉娜，因为雷吉娜的父亲身体健康，她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继承财产，嫁过去还要看公婆的脸色，与其让你叛逆的女儿找个有钱人嫁了，不如你自己嫁给詹姆斯，既能享受财富又没有人约束。苏珊一听，感觉这个提议很好。而自从苏珊把佛德瑞卡接走，凯瑟琳一家都很忧虑，她和母亲商量，就算是为了丈夫的哥哥，也要保护好佛德瑞卡。于是隔天凯瑟琳便和丈夫一起来到伦敦，看到叔叔婶婶，佛德瑞卡很是高兴，可没说几句话就被苏珊赶回屋内学习，这更让两人担心，便直接说出这次来的意图。他们想接佛德瑞卡回教堂山庄园居住，这正合苏珊之意，但她先是面露难色，表示自己不愿和女儿分开，接着又说市区空气不好，她很担心女儿的身体。最终凯瑟琳和查尔斯成功的把佛德瑞卡接了回去，而苏珊则高兴的去和闺蜜艾丽约会。她得意的表示自己想要做的事从没出过差错，现在女儿有了托付，她可以自由的和曼纳林先生见面了。回到教堂山庄园的佛德瑞卡轻松自在，和雷吉娜的朝夕相处中，两人渐渐产生情感。很快佛德瑞卡收到了苏珊的来信，得知母亲将和詹姆斯爵士结婚了，很是惊讶。查尔斯觉得这样的结合很好，一个是单身，一个是寡妇，而雷吉娜完全不认同。虽然现在她已不喜欢苏珊，但像她这么优秀的女人，怎能就这样嫁给一个榆木疙瘩脑袋的男人呢？查尔斯反驳说，詹姆斯五官端正，活泼开朗，还能给他生活的保障，这已经很好了。佛德瑞卡很赞同叔叔的观点，希望妈妈从此能过上幸福的生活，他的心也终于不必再担忧了。而可怜的詹姆斯在和苏珊结婚后便被告知有了孩子，
他激动地跑去感谢艾丽，并说曼纳林夫妇由于吵架导致两人分居，现在曼纳林先生就住在他们家里。艾丽听后有些惊讶，询问这样方便吗？詹姆斯说我很乐意他来做客，我们可以一起涉猎出游，有这样一个玩伴简直太爽了，我希望曼纳林能一直住下去。听到这里，艾丽已经知道了所有，那个孩子是曼纳林的，只有傻傻的詹姆斯被蒙在鼓里，还幸福地期待着孩子的降临。不久之后，佛德瑞卡举行婚礼，苏珊带着丈夫詹姆斯一起参加，身后还跟着曼纳林先生，三人看上去很是和谐欢乐。而雷吉娜娶了福德瑞卡，两人郎才女貌，很是般配，能有这样的幸福，佛德瑞卡很感谢母亲。故事的最后，苏珊终于靠着自己的计谋，让母女两人的下半辈子都有了保障。有人说，苏珊夫人是简·奥斯汀笔下最完美的女性，她美丽睿智，知道自己要什么，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。很多人都做不到这样的完美，你认同吗？